這裡就是鎮江的金山寺了，是大家來鎮江旅遊必打卡的地方。因為這裡面的故事實在是太多了，而且每一個故事呢都非常的有趣。比如白娘子水漫金山，法海棒打鴛鴦；乾隆六下江南找他親爹；南梁皇后變毒蛇；梁武帝開創了水陸法會；還有岳飛被12道金牌召回，驅死風波亭；金山住持道岳大師未卜先知，以及蘇東坡和佛印的一系列故事，真的是3天3夜都講不完。昨天呢，我是遊覽了南京的天下第一碑，就駕車來到了鎮江的金山寺。那昨天晚上呢，就是在這裡的停車場過的夜。那今天呢，我們就邊走邊聊，好好的來遊覽一下這座千年古剎。這裡就是金山寺的大門了，全國99.9%的寺廟大門呢都是坐北朝南，而金山寺的大门它就與眾不同了，它是坐東朝西。因為原來是需要坐船才能夠來到島上，而碼頭就在西邊。在大門口我們還可以看到另外2個牌子，一個叫東晉古剎，一個叫江天禪寺，這都是它的名字。那金山寺呢，在歷史上有好幾個名字，最早呢是叫做澤心寺，是起源於東晉。那麼後來呢，清代的時候康熙皇帝來了，那康熙這個人呢就有個特點就是很喜歡給人家改名字。他6次下江南，到了杭州的时候還給靈隱寺也改了個名字，然後到了這裡也給金山寺改了一個名字。那為什麼改名為江天禪寺呢？因為康熙看到這裡江天一色，景色非常美，就改名為江天禪寺了。所以大家看到的這塊牌匾是康熙皇帝御筆手書的。那麼在這座金山寺裡面還保留了很多老物件。大家看一下這個獅子，它就是明朝的時候留下來的。你看這個繡球呢，都是被磨得锃光瓦亮那前面這一座祭祀牌坊也是山門，裡面呢就是天王殿了，供奉的就是4大天王和彌勒佛。穿過天王殿呢，我們就來到了重檐歇山頂的大雄寶殿了。大家往這邊看，這一塊的景色相當不錯。大雄寶殿總共是有6個這樣的圓窗，這個呢是用檀香木雕刻的，非常精美，每一幅呢都藏着一個典故。比如這一幅它叫《道岳解夢》，講的就是岳飛的故事。當年岳飛在前線被趙構以12道金牌召回。當年岳飛是打了很多勝仗嘛，快要把開封、洛陽收回來了，但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叫他班師回朝。那麼岳飛在回來的路上正好路過這裡。那麼金山寺的住持道岳跟岳飛是好朋友。岳飛呢就跟道岳講了這麼一件事，他說昨晚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，大師能不能幫我解一下？那這位道岳住持也是一位高人就問岳飛將軍做了一個什麼夢？岳飛就說我昨晚呢是夢到2隻狗在講話，大家猜猜2隻狗在講話能解出個什麼字？那2隻狗呢就是2隻犬嘛，中間呢一個言字，那就是監獄的獄。這道岳就說了，你這次回去有牢獄之災，就叫他不要回去了，乾脆在金山當和尚算了。但這個岳飛不肯他說我是立了大功的人，他們怎麼會加害於我呢？最後他執意要回去。那麼在臨走的時候呢，道岳就送了他一首詩，叫風波亭下浪滔滔，千萬留心把舵牢，謹防同舟人易逮，將身推落在波濤。後來這個岳飛就回去了，但是沒過多久就被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在風波亭下。當岳飛抬頭看的時候呢，突然就看到風波亭3個字，他頓時醒悟了，說了一句悔不聽道岳之言。當時這句話被秦檜的手下聽到了，就匯報給秦檜。那秦檜就覺得道岳這個人是高僧，不能留，所以呢就派了他的將軍何力到金山寺來抓人。這何力呢就往金山寺趕來，在路上的時候這個道岳和尚可能他就預測到有事情要發生了，就在給弟子講經說法的時候突然他就說了這麼幾句話。他說吾年49，是非終日有，不為自己生，只因多開口。何力自南來，我向西方走，不是佛力大，幾乎落人手。在說完這幾句話之後呢，他就圓寂了。何力來了，但是沒有抓到人。但他在金山寺看到有7座小山峰，他就回去報告給秦檜。他說這個地方总是出高僧，
可能是因為這裡的風水太好了，有7個小山峰。那秦檜呢就派人把金山的7個小山峰全部都給削了。後來鎮江金山為了保護風水，還特別建了一個亭子，就取名叫七峰亭。那這個呢就是盜月解夢的故事了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床，也非常有意思。它講的是南朝的時候梁武帝和他的妻子奚氏的故事。這個奚氏呢在生前做了很多壞事，因為他當時嫉妒梁武王和這些和尚走得太近，冷落了後宮。在他死了以後呢，就遭到佛祖的懲罰，將他變成了一條蟒蛇。左手邊這一位呢就是梁武帝和他的侍者，而右手邊這一位呢就是高僧。這位高僧叫做寶志禪師，就是過去金山寺的一位住持長老。他是南朝梁時代的高僧。而中間呢，大家看到有一條蛇。那有一天，這條白蛇就托夢給梁武帝，他說：“陛下，愛妾我現在化為了一條白蛇，每天都是萬箭穿身，煙細如針，嘴裡想吃什麼都變成了火炭。陛下，你要救救我呀！那我應該要怎麼救你呢？”他的愛妾就叫他去問金山寺的長老寶志禪師，他會告訴你的。結果來到這裡之後寶志禪師就告訴他：“你只要做一場非常大的法會，超度這世界上天上飛的、水中游的、地面上生長的所有的萬物，稱之為水陸法會，就可以普度眾生，兼普度你的這位愛妾了。”於是，在佛教歷史上的第一場水陸法會就是在金山寺展開。所以說，大家不要以為這裡只有白娘子水漫金山的故事其實在宗教界裡呢，金山寺的地位要遠遠比它高得多得多。它是水陸法會的主亭。現在是來到大雄寶殿的後面了，我們就可以看到層層疊疊的亭台樓閣。人們都說向來只見山藏寺，如今卻見寺藏山，指的就是金山寺了。原來整個金山我們看不到一點土，看不到一點石頭，完全是被建築給包裹起來了。這個呢就叫做四果山。這一座就是剛剛說的七峰亭了。順着台階往上走，我們就可以看到古法海洞。說到金山寺，不得不提的就是白娘子跟法海兩人鬥法，水漫金山，所以怎麼少得了去看看法海呢？那麼法海到底是不是一個不懂愛的妖僧？在現實生活中法海又是一個怎樣子的人呢？走，我們現在就去看看他當年修行的洞，以及了解了解法海真實的為人。原來歷史上真正的法海是唐代著名的宰相裴休的兒子，他天生就喜歡吃素，從娘胎裡出來就不喜歡吃肉，所以後來毅然決然選擇出家。他先是在河南的菏澤寺出家，後來又來到了江西的東林寺。雲遊四方之後，看到金山上這座山洞，特別喜歡，於是就在這裡打坐修行。他在田間勞作的時候，挖出了一壇子黃金，沒有佔為己有，反而是交給了地方官。而地方官上奏朝廷之後，朝廷說就讓法海在這裡重修佛寺，這也是金山寺名字的由來。原來真正的法海是一位得道高僧，為了表示對佛祖的虔誠，他甚至燃燒過自己的一截手指，可見其佛心之堅慧。從法海洞出來之後，繼續往上走，我們就可以看到4個字，大家敢相信嗎？這是由一個8歲的小孩子寫的。那麼這裡呢是有這樣的一個故事。先來看，旁邊有一座塔叫慈壽塔。慈壽塔始建於宋代，但是在清代重修了好幾次。最近一次是在1900年，當時這裡的方丈因為錢不夠，就到處募集資金。他找到了兩江總督劉坤一，當時劉坤一來到這裡，就問這個塔叫什麼塔，那方丈就說這叫慈壽塔。劉坤一正好要去京城給慈禧太後過60大壽，他腦瓜一想，把慈壽塔作為禮物送給慈禧太后不挺好嗎？後來他去了京城，慈禧看到了劉坤一就說：“哎，你到我來這裡祝壽，怎麼沒有帶禮物過來呢？”這劉坤一說：“老佛爺，我不是沒有帶，我給你在江南的鎮江建了一座寶塔，取名叫慈壽塔，祝您長壽。”這慈禧一聽，哎，這個慈壽塔不錯，但是他突然就問劉坤一：“你既然祝我長壽，那你看我能活多久？”你看這個坑挖的，如果說長也不好，說短也不好。就在劉坤一非常緊張的時候，有個書童名叫李遠安，他遞給了劉坤一一張紙條。他打開一看，上面有4個字：如獲至寶，趕緊交給慈禧老佛爺。
慈禧一看4個字，哈哈大笑，重重有賞。哪4個字？就是這後面的天地同庚，也就是說您的歲數啊是和天地同歲。這個回答可謂是滴水不漏啊。我們繼續往上走，就登頂了。這裡有一個亭子，亭子裡面有一塊碑，是康熙皇帝御賜的江天一覽。大家留意看，有沒有覺得這個覽字有點與眾不同呢？這裡就有一個故事。話說康熙皇帝在第2次下江南的時候，來到鎮江，當時他登到山頂，覺得這裡江天一色非常壯觀，所以就拿筆來要題字。在寫完第3個字的時候，他突然停在那裡不動了。當時在旁邊的大臣很着急，因為皇帝肯定是提筆忘字了。這個尷尬的場面又不好上前去提醒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有一個叫張書玉的鎮江人，他就突然走到康熙的面前，說了這幾個字。他說：“臣今見駕。”這康熙皇帝一愣：“你不是見過我了嗎？怎麼又來見駕？”他又說了第2遍：“臣今見駕。”康熙皇帝還是沒有明白。當他說到第3次“臣今見駕”的時候，這康熙皇帝終於明白了，原來他是在提醒我，他就把這個覽字給寫出來了。原來這個覽字啊，它是由“臣今見”3個字組成的繁體字。因為這4個字不是一氣呵成的，所以第4個字呢，看起來就不是很協調了。這就是蘇東坡和佛印2個人聊天的場景了。在北宋時期，蘇東坡也經常跑到金山寺來找佛印大師玩。他們2個可以說是一對相愛相殺的歡喜冤家了。其實他們2個小時候就是好朋友了。長大以後，一個當了官，一個當了和尚，一個在鎮江，一個在揚州，2個地方相隔很近，所以經常在一起玩，而且喜歡相互開玩笑。那麼有一次，蘇東坡沒有跟佛印打招呼，就來到這裡了。當時佛印正在給他的弟子講經說法，這個蘇東坡就直接走進了佛堂，然後準備坐下來。這個時候佛印看到他，就跟他開玩笑，他說：“學士，此間無處坐。”當時蘇東坡就說了：“那就暫借佛印的4大為坐。”這佛印一想，蘇東坡你好大的口氣，然後就跟蘇東坡講了，他說：“學士，我這裡有一個問題，如果你答得上來，我就賜座；如果你答不上來，就把你腰間的玉帶留下來。”當時蘇東坡想我堂堂大學士，還怕你提問？他就把自己腰間的玉帶解下來，放在了桌子上。佛印就問了：“既然4大皆空，五蘊非有，居士哪裡坐？”那麼這一個問題就把蘇東坡給問住了，答不上來，只能把腰間的玉帶留在了金山寺，成為了金山寺的4寶之一。那麼當時佛印作為回饋，就送了蘇東坡一件袈裟，表示禮尚往來。看到這4個字，寶帶明蘭，寶帶指的就是蘇東坡的玉帶了，明蘭就是明寺，蘭有寺廟的意思。其實在金山寺還流傳着一個乾隆皇帝尋找他親爹的故事。據說乾隆皇帝他的親生父親並不是雍正，而是另有其人。當年雍正他一直沒有孩子，但好不容易有一次他的妃子懷孕了，但是後來呢，生出了一個女孩。而當時雍正又聽說大臣陳閣老家裡也生了個孩子，而且是個男孩。雍正就想了一個辦法，他叫這個陳閣老把孩子抱到宮裡來。他說我們2個都生了兒子，我覺得跟你孩子很有緣，我很想見見你的孩子。那麼陳閣老就把他的孩子抱到了宮裡。進來之後呢，雍正就把孩子交給了皇後，抱到後宮去了。他和陳閣老就在那裡談事情。過了好長時間，這個皇後又抱出了一個孩子出來。當時陳閣老也沒有多看，他就直接抱回家了。但是回家一看，完了，兒子變成了一個女兒。當時這個陳閣老的妻子就因為這個事情悲憤成疾，上吊自殺了。後來陳閣老就遠走他鄉，來到了鎮江的金山寺出家了。乾隆皇帝後來也是聽他的奶媽說了這個事，所以呢就決定要尋找他的親生父親。當他下江南的時候，就聽說這個金山寺非常出名。他來到這裡以後就跟這個方丈說，有沒有什麼外來的和尚？那方丈就說，這是俗家的事情，我們也不好打聽那麼當時乾隆皇帝就想了一個辦法，他制作了108件袈裟，他要一個一個的去送，因為他覺得父子同心應該是有感應的，能看得出來哪個是自己的親生父親。當時107件袈裟都發出去了，但是還有1件袈裟沒有人來領。乾隆就說了，為什麼還有1件沒有人來領呢？方丈就說了，還有一個瘋和尚叫八叉和尚，
我怕他驚擾到了聖駕，他就在後面的柴房裡。乾隆皇帝說，既然還有一位，我就要去看一下。他來到了柴房，看到這個八叉和尚，還有一對鞋子是倒放着的。這個八叉和尚蓬頭垢面，邋裡邋遢，果然是個瘋和尚。乾隆皇帝就這樣走了。後來他回到宮裡，他奶媽就跟他講，這個八叉和尚就是你的親生父親了。你想想，他取名叫八叉，這八叉不就是父親的父嗎？然後還有鞋子倒放，鞋子在鎮江話當中發音就是孩子，這個鞋子倒着放就是孩子到了的意思。但是等到乾隆再一次來到鎮江的時候，發現這個八叉和尚早已不知去向了。那麼這就是坊間流傳的乾隆尋父的故事，但是這個事情不一定是真實的，大家聽聽就好。大家看完了金山寺之后呢，不要着急出去，在這個地方啊，還真的是有一條白蛇，我們進去看看。就是在金山文化博覽園裡面了。哇，真的是白蛇哈，真的动了，還脫了一層皮，因為它活的呀。對啊。天哪！它什麼动了？真的在动，真的在动了！哇，這純白的蛇，連眼睛都是白的。這裡有一條蘇東坡的玉帶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複製品了。看完了白蛇之後呢，再來看一個白龍洞。你看，這是新白娘子傳奇的取景點，直通杭州西湖斷橋。進去看看。哇，這裡面好陰涼哎！哇，來看一下，此洞直通杭州西湖。旁邊呢還有一排小字，寫着根據傳說。媽媽，那裡面哇，就是這個洞了，能夠通到杭州嗎？洞中還有一個小孔，那個小孔有多深就不知道了。在洞口處呢，就是玉帶橋了。這個玉帶呢，當然指的就是蘇東坡的玉帶了。看完了白龍洞，我們繼續往前走，再來看看天下第一泉。這裡還有一座非常特別的牌坊哎，這種形式的牌坊還是第一次看到。這一口就是天下第一泉了，它也稱作鍾靈泉。它原來呢是在長江裡面啊，後來因為長江改道了嘛，所以說就變成在陸地上了。看一下這些地方不斷的冒出氣泡，那這個位置呢就是泉眼了。其實在金山寺還有很多故事，每一個故事都很精彩。如果大家有機會，一定要親自來一趟，好好的來了解一下金山寺。